坐月子的第3天，老公说要紧急出差，不能陪我，丢下我一个人照顾宝宝。3天后，我刚到医院，他的小青梅在社交软件上高调晒出一张全家福，并配文：旅行中拍摄，一家3口和乐融融。我诧异地看着全家福里笑得灿烂的老公，评论了。老公秒打来指责电话，他一个单亲妈妈多可怜啊，一直没有男人照顾她。我不过是陪她简单拍了张照片，你小肚鸡肠的像个什么样子？傍晚，小青梅又晒出100万3金，拍完全家福，她非要送我100万3金。我知道这是老公哄她消气给她买的，不过这次我准备离开她了。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似乎是感应到我低落的情绪，宝宝突然哇哇大哭，我哄了2个小时才把宝宝哄好。而这期间，贺喜没有打来一个解释的电话，新颖儿还在不停地更新动态，她连晒了3张100万3金的实况图，惊艳了吃瓜的网友们。评论区瞬间99加，全是实名制羡慕。我眼尖地发现，其中有一条贺喜的评论：今天给你买，20年后我也给我们的女儿准备一套最好的老公，爱你。2人高调官宣的互动刺痛我的眼。我侧头看着婴儿车上熟睡的宝宝，估计贺喜早就忘了他还有个6天大的儿子吧。毕竟我生产那天，贺喜说工作忙没来陪产，我后来才知道他是忙着给新颖儿的女儿过3岁生日，胆结石过大，不能再拖了，建议明天做手术。医生拿着检查报告给我分析，我看着怀孕期间才得的胆结石，犹豫几秒后给贺喜发消息：你明天回来一趟，我有急事。过了好久，贺喜才回我，他语气很不耐烦：我很忙，别一点小事儿就来找我，再烦我们就离婚。我平静地看着聊天框，记不清这是贺喜第多少次提离婚。自从新颖儿出现，每次贺喜和他暧昧，我稍有点情绪，贺喜就拿离婚威胁我。婚姻中哪个女人不受委屈？你忍不了就离婚啊！之前每次都是我先认错道歉，这一次我决定让他如愿，我要做手术才喊你回来。如果这样你都不耐烦，我也觉得我们应该离婚了。过了几秒，我的手机响了，话筒里贺喜声音温柔许多：你生病了，怎么不和我说？明天几点做手术？我回去陪你。我皱了皱眉，看着熟睡的宝宝，回复：下午2点。好。隔天下午，贺喜一直关机，我疼得脸色苍白，全身无力，只能咬牙把朋友喊来签字。傍晚，手术结束，医生告诉我要静养几天。贺喜至始至终一个电话也没回我。新颖儿依旧在社交平台上高调秀恩爱，我的脚轻轻扭了一下，她吓得脸都白了，一路飙车带我去看急诊。她本来订了今天的机票回去，看到我脚受伤又取消了。救命！我只是扭个脚，她走路都不让我走，全程抱我。我点开图片，配图是贺喜背新颖儿的图片。我想起怀孕第4个月去孕检，胯骨突然疼痛，我走路就像上刑。医生说这是胯关节滑膜炎，要少走动，每天热敷。我给贺喜打电话，想让他来医院背我回家，他语气很不耐烦：我很忙的，我的时间要用来工作，而不是浪费在你身上。怀个孕屁事多得很，走不了你死医院得了。我拿起手机，再次给贺喜发消息：我只有一个要求，孩子归我，该分我的钱不能少。贺喜很快回我：我今天有很重要的事，你别发疯，明天
我会回去的。3天后，直到医生通知我出院，我都没见到贺喜。坐在车里，我看着倒退的大楼，过往的回忆铺天盖地袭来。我和贺喜是在大学时相识、相爱，结婚第1年，贺喜第1次创业，惨遭好友设局，负债累累。那段时间，我一天打3份工，帮他还债，晚上回家给他洗衣做饭，直到他2次创业成功。我以为终于可以过上美满的婚姻生活，然而就在1年前，在他出轨新颖儿的那天，一切都变了。我回到家不久，贺喜终于回来了。他扫了一眼桌上的手术记录，不满地把熟睡的我摇醒。你偷偷去做手术了，怎么不等我回来？我连续3天住院失眠，好不容易睡着，又被摇醒。如今我身心皆疲。贺喜，你是觉得我应该放任病情恶化3天，等你回来再做手术？贺喜一愣，脸色稍稍缓和。行吧，这次我原谅你，快去给我熨西装，我要出门。我微微一愣，原来他回来不是想起要陪我做手术，而是工作上有必要的应酬。手机突然震动，提醒喂奶时间了。我虚软着身子起床去冲奶粉。贺喜烦躁地踹了一脚旁边的椅子，妈的，就不应该和你结婚，现在肠子都悔青了。说完，他砰一声摔门离开。我没理他，转身去哄被吓得嚎哭的宝宝。大半个小时，宝宝重新入睡。我拿起手机发消息，推个离婚律师给我。疯了，你今天不是过生日，怎么突然想离婚？隔天一早，贺喜突然回家，他冷冷盯着我，语气责怪：昨天你生日，怎么不提醒我？我沉默不说话。行了，特意给你买了礼物。贺喜将一条金项链递给我，我瞥了一眼，很细的一条项链，克数远不足贺喜大手一挥买的100万3金。爱与不爱，在很多事情上都能体现。你把项链戴上，晚些我给你煮饭，我们好好庆祝。不用了，我冷声拒绝。过期的礼物和陪伴只会让我更加反感。贺喜看出我有情绪，脸色很差。我都已经主动哄你了，你还要怎么样？你到底在闹什么？我抬头平静道：我没闹啊。贺喜猛地将项链摔在地上，狠狠踩了一脚。我知道你在气什么，我不就是陪他拍了张全家福吗？那是因为他女儿的老师要求学生在班级群发全家福，我才陪他拍的。随即他又叹了口气，再说了，你惹他生气，我送他一点礼物，又怎么了？我还没有让你和他道歉呢。坐月子期间吵架伤身体。我深吸一口气，你说的对。话落，手机弹出一条公司流程提醒，领导刚批了我的离职申请，我订了5天后的飞机，又给律师发消息，一定要拿下孩子抚养权。做完这些，我起身往卧室走，准备睡个安稳觉。贺喜看着我的背影，怒道：我在和你说话，你要去哪里？回去休息啊。我平静地朝他眨眼，刚走进卧室，客厅里响起一阵摔东西的声音。离婚事宜如期进展。3天后，我准备收拾行李箱，突然接到贺喜电话：北海露天酒吧，急速来。北海风大，我在坐月子，不适合去。刚想拒绝，贺喜又连命夺环扣。等我裹得严严实实赶到海边酒吧时，辛莹儿和贺喜正亲密地挨着坐。他周围的狐朋狗友们上下打量我，啧了声：嫂子真没骗我们呐，贺哥的小三真是个死胖子啊。辛莹儿抿了口红酒，目光落在我身上：不好意思，刚刚我玩真心话大冒险输了，他们让2选1，要么我去亲酒吧乐队主唱，要么我把贺喜养的小三喊出来。贺喜不准我亲别的男人，他说把你喊出来，
你现在可以走了。辛莹儿看似在道歉，细听的话，语气藏着几分得意。我皱眉看向贺喜，他心虚的低头，一声不吭。原来在这些眼里，我是见不得人的小三。我气笑了，正想说话，辛莹儿傲气仰头，炫耀般露出那条高克重的金项链。我几步走上前，伸手抓住项链，用力扯断。死胖子，你干什么？辛莹儿气急败坏地要抢项链。我将项链放进包里，阴沉着脸，这是贺喜用我们夫妻共同财产买的，我想拿就拿。我咨询过律师，律师说我可以追回100万3金。辛莹儿俏脸骤然冰冷，阴险道：大庭广众之下抢我的私人物品，我可以让你蹲牢子，要不要我帮你报警？我丝毫不惧。贺喜看出我要来真的，一把抢过我的手机，皱眉：行了，你别闹了，先回去吧。我看着他脸上的担忧，心一点点沉到谷底。贺喜的狐朋狗友们发现不对劲儿，开始小声议论和辛莹儿谁是小三。辛莹儿鼻子一酸，楚楚可怜地看着贺喜：是你亲口说的，不被爱的才是小三，你快告诉大家，许岩这个贱人才是小三啊！贺喜心疼地给辛莹儿擦眼泪，转头朝我冷声呵斥：够了，许岩，每次你一出现都会闹得鸡犬不宁。他拉起辛莹儿的手，看向围观的人：大家别猜了，辛莹儿才是我的妻子，我很爱她。人群中传来一阵起哄声：贺哥，你亲一下嫂子。贺喜毫不犹豫地捧着辛莹儿的脸，宠溺一吻。辛莹儿俏脸露出一抹羞涩，她转身朝我挑衅一笑：看见没，你有那张证又如何？贺喜的人，贺喜的钱包，贺喜的爱，我都会从你手上一一抢过来。我没忍住，一巴掌扇在辛莹儿脸上。辛莹儿捂着脸，委屈地看向贺喜：老公，他打我。贺喜脸色阴沉，他抬脚狠狠往我肚子一踹，剖腹产缝合的伤口瞬间裂开，我重重摔到地上。贺喜弯腰捏住我的下巴，阴恻恻道：起来给莹儿道歉。我双眼猩红，死死咬着下唇，他不配。贺喜又一脚踹到我肚子上，他边踹边骂：敬酒不吃吃罚酒是吧？让你回去你不回去就算了，还敢在这里闹事儿，今天不收拾你都不行。一脚踹下，我肚子横切的伤口彻底裂开，血液一点点染红我的衣服，我痛得蜷缩成一团，脸色苍白，浑身抽搐。我用尽最后一丝力气抬头：贺喜，我们离婚。贺喜黑眸闪过一抹诧异，他薄唇微动，我没听到他说什么，彻底陷入昏迷。不知过了多久，我醒来时，一股刺鼻的消毒水味传来。贺喜紧张地看着我：你好点没？还有哪里不舒服吗？我冷冷盯着他，只觉得恶心得很。签字了吗？我们离婚。贺喜一愣，重重地叹了一口气：老婆，你别闹了好吗？你好好想想，我们吵架哪一次不是你引起的？好好一个家，真的要被你彻底拆散了。我冷冷一笑，盯着眼前的贺喜，只觉得他越发陌生。如果你没有和其他女人乱搞，你觉得我会吵架吗？你连婚姻最基本的忠诚都做不到，现在还来责备我？被直接拆穿。贺喜面露不屑：你去问问哪个有钱男人在外面没有3妻4妾？你要男人时时刻刻陪你，天底下有哪几个男人能做得到？而且我出轨，你没有责任吗？你看看结婚这几年，你老成什么样子了？我看着一点兴趣都没有。贺喜倒打一耙的话语，差点把我气笑。刚认识贺喜那会儿，我是个光鲜亮丽、身材苗条的小美女一枚，长相甚至强过辛莹儿。可是在婚后贺喜初次创业失败，负债累累时，那2年
我一天打3份工，只要能赚钱的活，不管多苦多累我都去做。我硬生生把自己熬成了黄脸婆。我对贺喜的付出，他从没看在眼里，也从不心疼我，反倒是在言语上对我各种侮辱，精神破。说实话，抛开爱贺喜这一层滤镜，他真的挺没良心的。我想，我儿子以后也没必要认他这个爸爸。你想要睡多少个女人，只要你签下离婚协议，就和我无关了。我再次拿出离婚协议书，拿出笔递给贺喜。贺喜双手环胸，再次叹气：你确定要离婚？你觉得离开我，你还能嫁得比我还好？我真气无语了。贺喜，你是不是忘了当年你创业失败，落魄变成丧家犬的时候，是谁帮你到处借钱，帮你渡过难关的？凭我的能力和人脉，我离开你只会过得风光又自在。至于嫁男人，一婚我遇到你这种最差的，二婚闭眼找都能找到比你好的。如果没有贺喜，我都不敢想象我现在会过得有多好。他居然觉得我离开他就活不了了，谁给他的自信？提及往事，贺喜脸色瞬间阴沉。他正想说话，病房门被人推开，辛莹儿走了进来。她站在贺喜身旁，催促他：老公，你快签字啊，我们好好过，我给你生孩子呀。贺喜黑眸闪过一抹犹豫，他撇开脸不看辛莹儿。我看向辛莹儿，嗤笑：你劝劝他呀，做小三久了，难道你都不想上位了？辛莹儿不满地瞪着我：你不用嚣张，你除了有个正妻的身份，你还有什么？这1年来，所有的节日他都是陪我过的，就连你分娩那晚，我们都在一起睡。我拿起桌面上的热水，直接泼在辛莹儿脸上。偷男人，你还偷出事业感了？许言，你敢泼我？辛莹儿伸手想要扇我，却被贺喜制止住。够了，你先出去。辛莹儿看着贺喜，小嘴一瘪，委屈道：老公。贺喜黑眸闪过一抹心疼，叹气道：你先出去等着，待会儿送你回家。辛莹儿这才不情不愿地扭腰往外走。签字吧，我冷声道。贺喜突然坐到病床边，他握住我的手：老婆，你原谅我，你就当什么事情都没发生过。我们不是有宝宝吗？我们好好过日子，将宝宝抚养成人。我看了眼病房门口处探头往里看的辛莹儿，抿唇：那他呢？你能和他一刀两断？贺喜黑眸满是不舍和犹豫，他咬咬牙：我想好了，你以后就在南方，我安排他到北方去，你们一南一北，互不影响，好不好？啪！我瞬间起身，狠狠扇了贺喜一巴掌。这一巴掌，在他出轨那天就应该扇在他脸上。一南一北，你想得真美。贺喜，这婚我离定了。我摁响病床头的呼叫键，护士进来。他听我说完诉求，冷着脸让贺喜离开。这位先生，请您出去，不要打扰病人休息。隔天出院，我迅速收拾行李箱，带着宝宝赶往机场。下午，我回到奶奶家，奶奶一见到曾外孙，苍老的脸上笑意不停。乖孙，可算是见到我的乖孙了。我的奶奶是退休的大学教授，这一辈罕见的知识分子。这一晚，她没问我发生了什么，只是静静地搂着我睡觉。我在老家待了整整1个月，心情舒畅了不少。突然，我接到贺喜的电话：老婆，都过去1个月了，你还在闹什么？我给莹儿在北方买房子了，她也答应我了，只要你同意，她就永远待在那边，不会再出现在你面前一次。她都那么委曲求全了，你还要怎么样？贺喜的语调看似是妥协了，细听的话依旧是一副高高在上的姿态。他打从心里觉得和他结婚是我的荣耀。我冷着脸沉声道：你问我想要怎样？我说过，
我只想和你离婚，你特么？贺喜再次露出真实面孔，我冷着脸，瞬间挂掉电话。没想到3天后，贺喜出现在奶奶家门口，她瘦削了不要，气色也没之前好。看来新莹儿并没有把她照顾得很好。奶奶年老有心脏病，我不希望贺喜的出现刺激到奶奶，于是我把贺喜喊到附近的咖啡厅里。这一次，贺喜态度好了许多，语气中甚至带着些许恳求：“老婆，我昨天收到法院传票了，我知道你还在生我气，可是我不想和你分开，我们回去好好过日子，行吗？”我眯起眸，冷冷看着他。说实话，我其实也想过，要不要看在孩子、看在这个家的份上，凑合和你过。那你打算原谅我了？贺喜有些激动地看着我，我摇摇头，无情拒绝。我现在想明白了，我一个人过，比和你在一起过舒服太多了。贺喜，这婚我是一定要离的，脱离糟糕的关系是我现在的课题。贺喜又叹了一口气，有些无力道：“你现在还在气头上，我知道了，我要让你消气，你才会跟我回去。”贺喜从包里拿出一个首饰盒，上次你过生日，你不是不喜欢我送的那条项链，我给你买了一个高克重的。我瞥了一眼，里面是一个素色金手镯，有些眼熟，标着的是30克，依旧远远不如贺喜给新莹儿的100万3金。更何况贺喜这个月还给新莹儿买房了，这种道歉其实真的好没诚意。贺喜，你哄新莹儿一出手就是100万，你哄我来来去去3万封顶。我说着说着摇了摇头，没记错的话，这只手镯是新莹儿不要了，你才拿给我的吧？前几天我又刷到新莹儿晒的那几张100万3金的动态，下面有网友评论：第一次就送那么贵吗？新莹儿附上这只金手镯的图片，他是个直男，一开始只舍得送3万的金手镯，我调教了几天，他第2次就送了我100万3金啦。对了，最近他又给我买房子了，网友一整个羡慕。姐姐出本书吧，我跪着读。贺喜有些意外，我居然知道。半晌，他不解地看我，以前我送你千把块的礼物，你都能开心好几天，现在的你真的变了，变成我不喜欢的样子了。我双手环胸，嗤笑道：这段婚姻里，你把爱和钱都给了小三，怎么，我这个免费保姆要走了？你觉得再也找不到那么好使唤又便宜的保姆了？所以深思熟虑之后，咬咬牙，打算拿些小恩小惠挽留我。我直接开队。贺喜脸上写满无辜，他看着我，许言，这次我是诚意满满的来找你的。1星期前我就和新莹儿分开了。我看着他温柔的双眸，差点气笑了。我拿起手机，翻出昨晚的一张偷拍照，照片里新莹儿和贺喜进了小区的电梯，两人拥抱亲吻，差点我又被他的超高演技忽悠了。贺喜看到这张照片，心虚几秒，怒声道：你怎么有这张照片的？你找人跟踪我？离婚吧！你真的让人作呕。按着法院传票上写的时间，半年后我回宜春开庭。开庭前一晚，我在楼下吃火锅，意外遇见贺喜和新莹儿。贺喜下车后走在前面，步伐急促，新莹儿肚子微微隆起，四肢微胖，正吃力地跟上贺喜的脚步。他神色憔悴，丝毫没有半年前的傲气和得意。这个点店里人多，服务员把他们引到我身后的空桌上。兴许是我这半年来我瘦了40斤，贺喜居然没有注意到我，会气啊！居然在这里都能遇见他们。闺蜜抱抱撇撇嘴，不爽地把筷子戳了戳碗里的爆肚。抱抱人如其名，
他是个性子爽快、事业心和能力都极强的富二代。在抱抱得知贺喜出轨辛莹儿后，他后来在工作中碰到贺喜，直接拒绝了贺喜的合作邀请。贺喜，我选合作人很严格的，我有3不要：一、出轨的男人我不要；二、审美不行的男人我不要；三、能力不行、脑子智障的男人我不要。顿了顿，抱抱用着意味深长的目光上下打量贺喜，嫌弃道：巧了，3点你全占了。听抱抱说，当时贺喜脸都黑了，半天说不出一个屁。我背对着贺喜，根本看不见后面的情况。等肥牛烫好，我夹了一块肥牛放抱抱碗里，别理他们，别让他们影响我们干饭。话落，服务员端上锅底，抱抱瞅了一眼，啧，全麻全辣锅底。贺喜边抽烟边吃火锅。辛莹儿这肚子少说也有5个月了，贺喜这狗男人是一点也不顾及她呀。我一怔，突然想起我怀孕时，贺喜总是在家抽烟，当时我劝她别在家里抽。老公，医生说孕妇闻太多烟味不好，你别在家里抽好不好？贺喜一脸不耐烦，怀个孕把自己当女王了？你看看哪个成功男人会甘于被老婆管着？再说了，只有强者才能做我的孩子。我本以为贺喜会对辛莹儿好点，没想到辛莹儿却走了我的老路。看来贺喜所谓的真心都是假的，他会把陪在他身边的白月光硬生生折磨成白饭粒。我暗暗摇头，他其实一直没变，至始至终只顾自己死活，别人与他无关。当年若不是流产对我身体有风险，我兴许早就做人流了。抱抱的目光时不时往后桌看，他全程吐槽，不得不说他真是人间清醒，每一句话都说到我心坎里。吃完火锅，我们喊服务员买单时，贺喜突然注意到我，他看着我重新瘦回刚认识他时的模样，就连脸部也回春，黑眸闪过一抹意外。贺喜正想说话，辛莹儿走到他身边，他强硬地和贺喜十指相握，故意挺起肚子。我怀孕了，他对我很好，许言，你肯定很后悔吧？辛莹儿迫切地想从我脸上找到一丝后悔的情绪，从我身上找些安慰，可惜他根本找不到。抱抱啧了一声，怪不得你能做小三呢，你狠起来连自己都骗。辛莹儿脸上的笑意僵住，我扑哧一声笑了，这是发自内心的笑。恭喜你啊，你们一定要锁死啊，都别拆散祸害别人。说完，我拉着抱抱离开。贺喜全程脸色黑沉，我想他应该是觉得我离开他后会过得很糟糕，偏偏我离开他过得风生水起，否极泰来。刚走出火锅店，贺喜追了上来，他拉住我的手，突然深情道：老婆，我想儿子了。专家说的，宝宝在小时候要尽量和父亲互动，你不能残忍剥夺他的权利。今晚我们去看看儿子，和儿子一起玩，好不好？他不提儿子还好，一提儿子，我甩开他的手，转身扇了他一巴掌。贺喜，但凡你还有点良心，你就不会在我面前提宝宝。我问你，你除了生理上是他父亲，你有给他换过一张纸尿片吗？给他喂过一次奶吗？你配提他吗？我吼得大声，周围不少人停下围观。贺喜有些心虚地低头。辛莹儿大着肚子冲上来，她红着眼吼道：你想他儿子，那我肚子里的宝宝算什么？贺喜不耐烦地推开她，目光落在我身上，恳求我：老婆，我们找个地方好好谈谈。不必了，明天我们在法庭上谈。我直接拒绝。贺喜，我只和你说一遍，许晨轩是我的儿子，离婚官司结束，我会将他的姓改成许，我会给他找个很好的爸爸取代你。他
他这辈子与你再无瓜葛。说完，我拉着抱抱钻进车里，身后贺喜急匆匆走上车，辛莹儿捧着肚子小跑到贺喜车边，努力弯腰钻进车里。她迫切的动作，左看右看，滑稽又可怜。隔天开庭，和我预料的差不多，一审判离没通过。法官说3个月后再2次开庭。我刚走出法院，贺喜挤步上前，他看着我今天化了妆，穿了好看的裙子，神采奕奕的模样，他非常懊悔。老婆，我们不要离婚，我们好好过日子行吗？我昨天想好了，我让辛莹儿走，你们不用一南一北了，我保证这辈子只有你一个女人，好吗？我盯着他泛红的眼，勾唇。那辛莹儿肚子里的孩子呢？贺喜有些犹豫。我私下让他流掉孩子，好不好？我勾唇，笑道：你还真是一如既往的渣。我转身钻进抱抱车里，看都不看身后的贺喜。很快，陈律师打电话来安慰我，离婚案2次开庭判离比例占70%，我有很大的把握，你不用难过。我微微一笑，如果一审判离，对贺喜来说反倒是件好事儿。什么意思？我没说话，当然是我要准备反击了。当晚，我发了一份早就准备好的 PDF， 这个 PDF 里包含了贺喜第1次和辛莹儿出轨至今的事情，整整20页，基本是实锤了。我在微信和多个社交平台发布，很快 PDF 被网友们迅速转发，大家激烈议论。可我不是傻子，我发出来并不仅仅是供人娱乐。我在发布时特意在文案上加了一句：凡是和贺喜合作的客户，现在和我闺蜜顾抱的公司合作，我们承诺主动让利5个点。抱抱家的公司那是大公司，让利5个点是从所未有的事情。仅仅1个小时，贺喜这边的合作商迅速撤资，给我打去电话：许小姐，您朋友圈发的确定属实？确定。这一晚，我和合作商们谈到深夜，睡前抱抱点点我的头：我提醒你啊，这次可别心软啊。抱抱比谁都清楚，贺喜2次创业的那几年，我都是怎么帮他的。最拼命的一次，是我连续2星期熬夜，眼前突然一黑，再次醒来时，在医院里，我被护士提醒，我已经在医院躺了3天2夜。他更清楚，没有我的资源，贺喜会死得多惨。我摇摇头，怎么会心软？开心都来不及呢。得，你要这么想，我就放心了。抱抱会心一笑。1个月后，贺喜来到我奶奶家楼下，发疯般大吼大叫：许妍，给我滚出来，滚出来！怎么敢做不敢露脸了？奶奶5分钟前刚出门买菜，我慢悠悠走下楼，倚靠在门边。有事儿？贺喜脸色比我上次见他差很多，胡子也没刮，脸色极差。你抢走我的客户，散布我的谣言，你是打算逼死我吗？许妍，我果然没看错你，你确实恶毒。我娶了你，倒了8辈子血没了。我皮笑肉不笑，我只是将我拉的那部分资源撤走，你怎么不乐意了？夫妻一场，好聚好散不行吗？贺喜死死盯着我，你居然敢和我提好聚好散？我只觉得眼前的贺喜越发恶心，月子之仇不共戴天。贺喜，我记恨你一辈子。上次打离婚官司，你要是聪明点，就应该同意我离婚，偏偏你还要恶心我，在法庭上各种膈应我。我能让你活？我给过贺喜机会好聚好散。贺喜双眼猩红，在我以为他要打人时，谁知他突然跪下，猛地抽了自己一个大嘴巴子。原谅我呀，老婆，我真的错了，我不该出轨的。你让他们回来合作行不行？没有你我不行的，我真的不想经历那种日子了。我居高临下地俯视他，
你居然还想着我能原谅你，贺喜！我巴不得你死在我面前。贺喜抬头看我，黑眸充满不敢置信。就在这时，辛莹儿捧着大肚子，跌跌撞撞赶来，她生怕我们重新好上，眼睛死死瞪着我。老公，起来！他这个贱人就是恶毒，从一开始就想害你。贺喜双眼猩红，用力甩开辛莹儿，滚开，别碰我！辛莹儿没站稳，重重摔在地上。她抱着肚子，哎呦喂了一声，双腿迅速见红。这一刻，贺喜也慌了。我没报警，当作什么都没看到，出门去找奶奶。后来不知道是谁报的警。隔天，我听说辛莹儿因为这次跌倒意外流产，被迫摘除子宫，她这辈子没法再怀孕了。又过了半个月，抱抱发来一条直播链接，辛莹儿在线骂贺喜，她神神叨叨的，神情有些恍惚，有点疯癫的状态。那个渣男，骗财骗色，让我摘掉子宫，我咒他死无全尸。我流产后，他一个电话都没有打给我，也没有关心我。破产破产，天灵灵地灵灵，诅咒他破产，麻里麻里轰，破产破产。评论区刷屏最多的2句话：疯了，你真该去看心理医生了。来人啊，快艾特精神病院院长。我坐在摇摇椅上，吃着西瓜，看直播看得津津有味。3个月后，2次开庭，和陈律师说的一样，2审法官直接判了执行离婚。我该拿的钱一分不少，儿子也归我。我微笑着从法院出来，刚和陈大律师告别，准备和抱抱一起吃饭庆祝。贺喜几步走到我面前，阴恻恻道：哪怕我和你离婚了，但是有一点你这一辈子都改变不了，许晨轩身上永远流着我的血液，他永远都是我的儿子。要是他知道你这么伤害他的爸爸，让他爸爸家破人亡，你觉得他原谅你吗？我脚步一顿，笑着反问：以后在许晨轩的世界，根本不会没有你贺喜这号人，又何谈你后面说的这些事？你以为儿子是你捅向我的刀子？我生的孩子，他只会是我尖锐的铠甲。贺喜俊脸黑沉，威胁道：有哪个男人愿意当接盘侠，睡我睡烂的女人？你去找啊，你找一个，我去破坏一个，我就看看我们谁耗得过谁。砰！我还没说话，抱抱一拳砸在贺喜脸上，他跆拳道黑带。贺喜被打得吐了一口血，俊脸阴沉：抱抱，你疯了？你个臭婆娘敢打我？抱抱扭了扭肩膀，一脸不屑：老娘早就想捶你了，来，随时欢迎你起诉我。贺喜一愣，脸上出现一抹恨意与不甘。他不敢起诉抱抱，他害怕。走吧，我们喝酒去。我拉着抱抱的手，驱车驶离法院。我要去迎接新生。番外，1年后，听说贺喜破产之后，他找了3家公司投简历，拿着万把块钱的工资。可是他每一家都做不长久。贺喜总觉得他可以东山再起，当月入几10万的大老板。可他再也遇不到像我一样全心全意扶持他的人了，所以他只能将情绪发泄在工作上。会议上各种顶嘴、辱骂同事。很快，他被一家又一家公司辞退。而辛莹儿看贺喜穷了，精神反倒好了起来。她迅速跟了个有钱的胖子跑了。本以为这辈子都不会再听到2人的消息，直到又过了半年，闺蜜突然给我打电话：刺激啊，大件事啊！咋了？不用说人名，我都知道是关于这2人的事情。闺蜜啧啧2声，贺喜公司上个月又被辞退了。她昨晚也不知道哪个劲儿不对，突然去找辛莹儿，没想到辛莹儿日子也不好过。这个胖子虽然有钱，但是经常家暴她，搞得她身上青一块紫一块的，也不知道啥情况。
兴许是这胖子还远不如贺喜。辛莹儿见到贺喜，居然被他迷惑原谅他了。更让人炸裂的是，两人干柴烈火，当场在辛莹儿家睡了。结果你猜怎么着？我一愣，发生什么了？闺蜜提高声音，那个胖子有事突然回家，见到两人搞在一起，一气之下把两人打了。胖子手劲儿大，平时就爱家暴，火气上头时下手不分轻重。贺喜想还手，胖子拿起椅子哐哐几下砸下去，直接把贺喜两条腿搞废了。辛莹儿更惨，胖子狠啊，他那张脸直接被胖子拿剪刀毁容了，这辈子是见不得人了。我听完一阵唏嘘，刚挂电话后，新谈的男友刚好从厨房里走出，他捧着一杯热奶茶放到我面前，我刚做的，低脂低糖，加了你爱吃的厚芋泥，尝尝。我吸了一口奶茶，双眸一亮，好喝，甜甜的。我想，那段苦涩的日子终于熬过去了，以后的生活也会像这杯奶茶一样，一直甜下去吧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，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，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